该觉得认真看你的时候最帅。上次你说你想借什么书来着？哦，我去看看。走了。高医生，小戏结束了。哦，我回来拿点资料。我给于佳丽做了检查，和她了解了情况。其实这次意外，不能全都怪你。她的胸部之前在一个小作坊动过了，人家给她用的材料也不是什么好材料，在你给她手术之前就已经出问题了。她是在我手术台上出的事儿，怪我没有做足功课。不管怎么说，我都应该负责。高医生的责任心真是让人敬佩。等一下，有事吗？你对小璇到底什么意思？你想问什么？如果你是认真的，我无话可说；但如果你只是玩玩，作为他哥的好友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好友的妹妹受伤害。我是喜欢小璇，可是他现在可能还没有打算开始一段新的感情，那也挺好的，做朋友。但至于你说的那个伤害，我可不及高医生你。说得对。要不咱们也走吧，带你去吃好吃的。嗯。怎么了？有心事啊？你知道舒医生喜欢你吗？你不傻，我不信你感受不到。可是，我心里已经有你了，再也感受不到其他人了。他对我来说只是朋友，而且早一点让他知道，对他而言也是好事情。我喜欢的人从来都是你，也只会是你。越来越会套了。走吧。等我一下，我还要再借一本书。那我出去等你。嗯。明明说好了一起来查资料，他竟然把郑丁丁也带来了，而且还全程都不理我，这是一起做研究的态度吗？依然，你究竟是因为郑伟景工作态度有问题，还是因为他不理你而生气？这点你我都清楚。不过我还是要跟你说，
所以，现在你也站在郑丁丁那边了，是吗？我不是说我站在哪一边，因为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次了，他俩已经在一起了。你想想，尹静为你为人，他绝不会就算真心在喜欢你了。这点你也能看清楚就好。我明白了，但我不会放弃，我会找时间跟他说清楚。以后，我跟宁伟锦的事情就不会再打扰你了。看什么呢？没事。走，咱们吃饭去。老板娘。哟，帅哥学霸呀，好久不见了。哎，记得刚毕业那阵子啊，你可常来。你们好像一共是3个人，对吧？对。哎，都是帅哥美女，我记得可清楚了。哎，那个美女今天怎么没来啊？我以为啊，你们俩都应该结婚了吧？哎，太般配了。我是说错话了吗？这个是我女朋友，我们也快结婚了。哎呦，不好意思，原来是带未婚妻来了。哎呦，你瞧我这张笨嘴乱说话，姑娘别怪我啊，我讲话不过脑子。今天啊，我亲自下厨给你们做好吃的。老样子啊。对。好。坐。他们家的鸭油烧饼特别好吃，那时候我可以连着吃好几天。高人总拿这件事来笑我，说我看上老板娘了。那时候有舒医生在，你才没有什么心思看老板娘吧？我跟他的关系没有你想的那么好，是高人每次出来都要带着他。我一直以为高人会表白，结果你们没那么好，老板娘怎么会觉得你们现在都已经结婚了？我看今天应该吃饺子呀。为什么？你这边醋大。你们俩感情可真好。来，先吃这些啊，我再给你们烧2个菜。今天啊，我请客。那怎么能行？你带着未婚妻不去别的店，就来我这儿，当然我得表示表示了。等着啊。好。吃吧，未婚妻。谁是你未婚妻？那个病人情况怎么样了？还要很久吗？不用。王明英的身体状况基本上稳定了，然后课题需要的材料也准备的差不多了。那以后还会很忙吗？还好吧。所以我接下来的时间除了工作都是你的。那啥？不许挑食，都得吃啊！来，快吃吧。时间不会等，谁也不管着谁，爱情从不照顾直到的后悔。我只想用尽一生繁华，装点你那荒芜而寂寥的孤塔。何为前情人不知，忍受最深的伤，你全都不懂，还笑我的痴。所以前情人不知，你理所当然，但是我如何解释？爱得太奢侈。时间不会等，谁也不管着谁，爱情从不照顾直到的后悔。我只想用尽一生繁华，装点你那荒芜而寂寥的高人，我都已经收拾好了，就是暂时没地儿放，能不能我先放你那儿？可以啊。你确定不来我家住吗？我不去了，
我住酒店也挺好。好吧，那我回头直接把钥匙给你，你自己搬吧。谢了，兄弟。怎么了？没事。理所当然，但是我如何节制？爱得太奢侈，怎么开始这一句简单的问候？怎么成为你心里唯一的温柔？我知道所有的情话，没谁能一辈子说到老。时间不会等，谁也不管着谁，爱情从不照顾。我明白了，但我不会放弃的，我会找时间跟他说清楚。以后我跟宁伟景的事情就不会再打扰你了。装点你那荒芜而寂寥的孤塔，何为牵起人不知，愿受最深的伤，你全都不懂，还笑我的痴。所以牵起人不知，你理所当然，但是我如何别过来，高人，爱得太奢侈。我再最后问你一次，会不会喜欢我？时间不会等，谁也不管着谁。我知道，爱情从不照顾，我以后不会再差那个。再见。我只想用尽一生繁华，装点你那荒芜而寂寥的孤塔。何为牵起人不知，愿受最深的伤，你全都不懂，还笑我的痴。所以牵起人不知，你理所当然，但是我如何节制？何为牵起人不知，愿受最深的伤，你全都不懂。哎，胖人哥，想喝什么？可乐吧。好，我去拿。所以牵起人不知，你理所当然，但是我如何节制？哎，哎呀，这突然闲下来，还真有点不太适应。去找朋友玩啊。有什么事儿，你就直接说呗，不说憋着更难受。宁伟姐，你为什么要跟我交朋友啊？为什么这么问？
我觉得我自己太失败了，事业、感情全都一塌糊涂。以前我觉得我自己活得特美，真的，事到临头才发现，我根本什么都不懂。你也别想太多了，你就是到坎儿上了。哎，不过手术失败，这个不是你平时的水准啊，怎么回事？手术时我有了杂念，啊，不是对病人啊，是在想一个人。我早就跟你说嘛，你喜欢舒依然就直接跟他说嘛，你干嘛一直不告诉他？怎么还提这个？不是我跟他说了能有什么用啊？再被他拒绝，多受一份打击。你不试试怎么知道？有些事儿不用试都知道。哎，就像依然要跟你表白，你会答应吗？我有女朋友，这是不一样。你没女朋友的时候，你会答应吗？你看，喜欢就是喜欢，不喜欢就是不喜欢，这事儿控制不了。那我觉得你更应该做出选择。什么呀？选择表白或者不表白。你既然已经认定了他不会接受你，那我觉得你更应该借这个机会来做个了断，不要空留希望，一直期待。有点道理，还是有点道理。可以啊，哥们儿啊，恋爱之后说的话都不一样了。哎，行，可以了，收一下你那个洋溢的幸福感，你照顾一下悲催人士好不好？不过说归说啊，我还真是挺羡慕你跟丁丁的。好好珍惜他吧，千万别因为某些人、某些事儿，把他给弄丢了。什么意思？来，这么晚还出去啊？跟朋友约了出去玩。向医生。是啊。你最近和向医生走得很近啊。不是你让我多出去走走吗？省得在家里多想。如果你只是单纯的出去玩一玩，那确实没什么。不过我不想让向医生成为你逃避内心感情的替代品。说什么呢？向医生只是一个聊得来的朋友而已。我刚才去跟高人吃饭了，他的状况越来越差。那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不是有你吗？哦，对了，还有舒依然啊，让他去。他没有告诉舒依然他出事了，或许他是不想让他为自己的事情而愧疚吧。所以他出事是因为舒依然，还不想让他知道了愧疚，那不正中他下怀吗？可以跟舒依然诉苦啊。你还在乎高人吗？其实你喜欢高人，就和高人喜欢舒依然是一样的。你不能让高人喜欢你，你也不能让高人不喜欢舒依然。你应该最了解他现在的感受才对。我不了解，我也不想了解。他不是喜欢舒依然吗？那他去找舒依然啊！别来烦我。
丽萨姐，我是给你做过手术的高人。哎，对，我就想问一下，那个你恢复的怎么样了？自己看。啊，好，那我们找个地方喝一杯吧。好，我半个小时到。好久没见了啊！来，喝一个。我以为你今天晚上不会出来了。为什么不来啊？你看啊，像我这么一个老男人，半夜约一位年轻女士出来喝酒，难免会被人误会。再说了，我猜啊，是不是有人说让你离我远一点，说我这人老不正经的，怕你受骗？你倒是对自己认知挺清楚的，不过我也不傻，我知道自己要什么。你要什么呀？来酒吧当然是要喝酒了。行，我今天就陪你到底啊！大叔，你酒量行吗？哎，喝酒我从来没有怕过谁。找一个。哎，你少喝一点，真是奔着醉去的。怕了你就看着，我赶紧提议。先生，都说啊，一醉酒先愁，可是依我看来啊，这举杯浇愁愁更愁。比起喝酒，倾诉是更好的排解关口。大叔，咱喝酒就喝酒，你别突然开始聊鸡汤行吗？行，不说了，来。不是说状态不好，看起来很热。你在这等我一下，我去解决一下私人问题。听说你为了赔钱把房子都卖了啊？是。那你现在住哪儿啊？要不先住我那儿？哎，不用，我有地儿住。哎，别这样，林长，别这样，松手。可以呀，玩的挺顽皮呀。选，不选。你谁啊？你谁啊？我是他朋友，巧了我也是。不介意跟他喝一杯吧？选。别叫我这么亲热，我跟你不熟。不是挺伤财谋骨的我给你。不是，你干嘛呀？啊，小璇！你看。干嘛呀？小璇。喝。小璇，你。满意了吧？不满意，接着喝。你到底要干嘛呀？鼓励你啊！你不是一直把我当舒然的替代品吗？你出了事不告诉他，我来替他陪陪你啊！你胡说什么？难道不是吗？为了能和你一起跳过标，我一个人努力了这么久。我以为这是一段属于我们俩的记忆，其实我不过是你另一段记忆的替代品。可笑的是，我连做替代品的资格都没有。小璇，那都不是这样的。格人，我喜欢你这么多年，我都认了。我为我的理想也努力了。我你以为选什么人？我天不怕地不怕的。我为你付出这么多，担心这么多，你都不知道。小璇，你先听我说完，别打断我。
你不喜欢我，我知道，我不会再缠着你了。我祝福你，我希望你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，希望你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可是你为什么这么孬种？你对得起我的退出吗？璇，跟你说了不要打断我。你那么喜欢他，你为什么不告诉他？为他出事你不告诉他，你为他付出这么多，你还不告诉他？你以为你这样默默付出很伟大吗？一点儿都不，在爱情面前根本就没有默默无闻。你没招。小璇。